为了追求返老还童，你会做到什么地步呢？有一位45岁的美国富翁 Brian Johnson， 为了返老还童，找了一家私人的医疗中心执行换血计划，把17岁儿子的血注入45岁的自己体内，再把自己的血注入70岁父亲的体内。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养儿防老吗？我们先不论这件事引发的各种争议，他这样做是基于什么原理呢？其实这是一种再生医学的应用。再生医疗是指使用各种方式让丧失功能的细胞、组织或器官重新恢复原有的功能。最早的再生医疗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，就是所谓的骨髓移植。到了21世纪，再生医疗有许多临床的应用，像是要对付血癌、淋巴瘤的癌细胞，就要用化学药物治疗跟放射线治疗，这也让正常的造血细胞遭受破坏，于是发展出造血干细胞移植，可以重新恢复骨髓造血功能的技术。而无论是最早的骨髓移植，到后来的脐带血或周边血移植，这都是一种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技术。相信大家都听过干细胞，但究竟什么是干细胞呢？干细胞就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细胞，因为它们具有特定组织或器官发育的能力，它能够更新、修复、分化成为各种不同的组织。如果生命属于受精卵，那么受精卵就是一个人的第一颗干细胞，它会开始分裂，从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为2个、4个、8个，最后变成60兆个细胞。它可以变成你的消化系统、肌肉组织、心脏、大脑、眼睛。所以若想取得造血干细胞，除了要全身麻醉加上抽骨髓，现在医学进步，也有新的药物可以把造血干细胞赶到我们周边的血液循环。我们从健康的血液里面，可以利用血液分离机把干细胞分离出来，再输到自己的体内或患者的体内。甚至你也不一定要透过别人捐赠，只要不是有先天性的疾病，也能透过自体移植来治疗自己的血液相关疾病。那除了造血干细胞，另外还有一类的干细胞，我们称作间质干细胞，也是我们期待可以重建组织甚至器官的治疗方法。你可以想象，我们就先搭一个鹰架，让间质干细胞去围绕着鹰架，慢慢建造出你需要的组织。这种间质干细胞的利用，很多都还在临床试验阶段，但是非常受到期待。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男人嘴巴、皮肤皱皱的样子，那是因为当身体机能老化或是不良的习惯导致牙齿脱落，牙龈内的齿槽骨会退化，原本靠着齿槽撑起的牙龈就会塌陷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牙龈萎缩。那牙龈萎缩不只会影响美观，未来如果要植牙或装假牙都会影响。如果你有拔过牙，牙医可能会在你拔牙后的洞里填上骨粉，这就是一种预防齿槽萎缩的方法。现在有些新的研究就改用干细胞再生一个涂层填入牙龈代替齿槽，预防牙龈萎缩。近年来，因为3C 产品的普及，干眼症开始有年轻化的趋势。部分干眼症的成因是因为泪水无法附着在眼角膜，泪液蒸发过强，导致眼睛干涩、疲倦，容易流泪，甚至于怕光、怕风吹。有人觉得点人工泪补水就行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舒缓方法。现在长庚医院也有用心的研究，试着用口腔黏膜表层细胞片来再生裂膜，帮眼睛做一层保水层，这也是一种干细胞的再生的应用。另一个常见自体移植的方式就是高浓度血小板血浆注射。陈伟恩、戴思颖、大谷翔平、Kobe Bryant、Rafael Nadal 都使用过这种疗法来治疗运动伤害，把病人自身的血液纯化，去除红血球、白血球，把富含血小板与多种生长因子的高浓度血小板浆抽出，再注射回病人体内，它就能帮助修复受伤的组织以及抗发炎。用来治疗普通的伤口愈合或透压性关节炎已经很常见了。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换血富翁 Brian Johnson， 其实跟古代秦始皇一样，他面对老化，然后尝试各种不老仙丹，要来对抗老化。如果再生医疗继续发展，有些遗传性疾病也像是治疗癌症标靶治疗一样，透过修复基因的错误来治疗，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除了这种
用来返老还童比较极端的例子之外，球后球王也用再生医疗来帮助治疗运动伤害，这就比较接近我们一般人可能应用到的层面，像是关节的老化、器官修复、免疫细胞治疗。我们都知道，台湾的医疗品质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，所以再生医疗将会成为台湾另一个值得关注和期待的重要医疗领域。